大家好，这节课啊，我们就来创作一些兰花的作品。就是说呢，其实我们了解了兰花的结构啊，它的一些规律特点之后呢，我们这个时候啊就可以运用那些方法，对吧？运用那些规律啊，去进行一些成幅作品的绘画以及创作。那临摹也好啊，还是写生也好，还是创作也好，其实呢，这三个呀可以放在同一维度上面。并不一定要把它们彻底分开，对吧？临摹的过程中，那比方说我给大家画的，我画出来这一幅，那么大家再去临的时候呢，对吧？大家再去画这样一幅作品，其实呢就是在临摹啊。但是呢，我画这画的时候呢，其实我是在创作，是吗？其实我是在凭空想象画的，但是呢，我也不是凭空想象画出来的，这画听着绕口。实际上呢，是我把这个规律性呈现给大家了，就是我也是通过写生我也是看到真的兰花之后，然后呢，通过写生通过学习古人，然后呢，最后总结出来的一些个人的一些笔墨语言、笔墨特点，然后呢，再给大家进行示范，再给大家进行讲解，是这样来的。所以说呢，大家呀，也不要单纯的去临摹我的作品，而是说呢，一般临，对吧？临上它几遍学上它几遍，然后呢，也要进行写生，适当的要进行写生第一可以有兰花，那就直接对着兰花写生没兰花，那么我们呀就对着一些网上搜索的一些漂亮的兰花的图片，对吧？很发达嘛，现在网络很发达。找一些图片，然后呢，去对着图片先写生临摹结合写生，一定要注意起来。这样大家才能放松自己的思维，然后才能之后呢为我们创作打下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好，那我们就来画。我今天呢，因为兰花作品比较快，画起来比较快，所以说呢，我今天呢就给大家多画几幅这堂课呢我就多画几幅，也顺便呢教给大家如何去练习平常如何去进行绘画。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选择就是雄狼尖毫也行或者是点墨成金毛笔都可以。画兰花的话呢，想挺拔程度一点，想挺拔的这个力度大一点，那么就用雄狼尖毫想要这个软一点是吧？雄狼尖毫那个点墨成金也是可以的。那我们可以找上这么2到3个小盘子，一个盘子里面呢放浓墨，笔尖上调浓墨，注意一定是笔尖上调浓墨，笔肚上呢保持水分，感觉水分太大，然后呢在纸上可以适当的吸一吸，把多余的水分吸掉。笔尖上调浓墨，不要让它晕得太开，同时呢也不要让它一点都不晕，一点不晕也不好看，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开始画了。开始练习的时候开始创作的时候，我们自己开始练习的时候，先从简单的开始练。画的时候呢，从最简单的开始练，不要一上手直接画那么多的兰叶子容易画乱。先从简单的，比方说我就画一个3到5笔的兰叶，完成一幅作品，没问题的我们一起来画。画的时候呢，起手的时候把控住一个画面的一个整体的布局。画的时候呢，尽量避开角，你不要从这儿去长叶子，从这儿长叶子呀，忌讳的最忌讳的。然后蓝叶子呢，也不要从这个地方从这儿长出去，对着这个角也不好看。画的时候尽量避开它，稍微靠上一点稍微靠右一点都可以包括左边这个角也不要这样去长，长的时候呢，稍微靠下，稍微靠上，对吧？避开这个2个小角，它就好看。画的时候比方说，那我们画一个简单的，教大家画一个简单的。我从这儿开始画，从这儿开始起笔，1笔长2笔短3笔破凤眼，是吗？记住这个规律。1笔长一点的，那么呢，我再来1笔短一点的，是吗？再来1笔短一点的，然后呢，再来第3笔这个交凤眼破凤眼，再来第3笔，3笔是吧？就形成一个兰花的一个大体的一个结构这就是一颗兰花一株兰花。左右两边的话呢，我再补充一下左边再补上一个小叶子，右边的话呢，我也再补充1、2个小叶子，是吗？就这么5、6笔形成一颗兰花，这就是一幅画这现在画完之后就是一幅画，很简单的几笔。开始练习的时候呢，先从简单开始练，就是通过分解练习之后，我们刚刚开始画成幅作品的时候可以先从这种简单的作品入手，就这么几片叶子，就是一幅作品，又简单，然后又小又好看。
一些问题的话呢，自己也能发现。那比方说，我们可以自行检查问题，有没有3条线交于一点的情况存在呢？没有。哎，画面，第一个问题没有，第二个问题平行线有吗？也没平行线是吧？也没有平行的蓝叶子。哎，第二个问题也不存在是吧？还有一些井字形啊，哎，那些问题都不存在。主要是这2个问题，如果说不存在的话，这个兰花叶子是没有问题的。再有呢，转折的地方大家注意，虽然画的很快很随意，但是啊，转的地方大家注意，看转的地方是细的，然后转过去之后粗完之后呢，看又慢慢变细啊，找到这种节奏感啊，找到这种节奏感。当然我们在平常啊，我们上节课当中讲到这个提案的变化，讲到提案变化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给大家说到了像这些提案的变化，转折的地方提起来，哎，转过去之后粗一点，对吧？转折的地方细一点，哎，转过去之后粗一点，有这种提案的变化。练兰花的目的就是把我们的控笔能力这种提案的变化抓得很准就可以了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对吧？你说我叶子已经画好了啊，我需要加上一些花朵。画花朵的话呢，可以用墨色去画，也可以呢用颜色去画。那我们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呢，可以先练墨色的啊，墨色的比较省事儿嘛，不用调颜色，对吧？哎，找一根点墨成尖，然后呢，毛笔不要太大，稍微小一点也行，中号的或者小号的。笔尖上调点淡墨，大家注意，笔尖上这个时候啊调淡墨，不要调浓墨了啊。花朵的颜色比这个叶子的颜色啊，让它稍微浅一点，出来效果呢会更好看。那我这一朵啊，本来叶子就比较少啊，花儿我加的呀，我也不要加的太多啊，一个这个一小组花朵上面嘛啊，我就长一个叶子啊，长一朵花行吗？没问题的。哎，我在这边长上一朵花啊，为什么在这儿长花？我跟大家说，在这边长花的我长一朵花的话呢，是为了呀让它增加一个聚散的变化。这边本来很密集了，然后呢，我让在这儿再加一朵花，让这个地方呢更加密集一些，或者是呢，我让在这儿加一朵花，让它呀更加密集，密的地方更密，稀疏的地方、发散的地方更加发散，哎就可以了。那用笔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哦，因为已经会画花了嘛。我们画花朵的时候呢，可以有所朝向，哎，这儿来上一个大一点的花瓣，哎，这边呢再来上一个小一点的，是吧？哎，1、2、3，哎，中间2个小一点的，周围3个大一点的花瓣就够了。然后呢，再画上它的花茎啊，还有一些苞片，对不对？哎，简单这样一加就可以了。这就是一幅兰花作品。再把它的花蕊给它点上，好，再把它的花蕊给它点上，哎，中间2个，哎，外边点上这么1、2个就可以了啊，这就是一幅兰花作品。然后呢，我们再把它提上字儿嘛。不要觉得兰花好像很难是吧？看怎么去画了。先练的时候呢，先练那种简单的，然后呢，一点一点去复杂化。题字的话呢，我们就提的简单一下。题字的话呢，我们这边可以提长款，但是建议大家呢，前期练习的时候呢，题款提的简单一些。因为书法的话呢，我们也需要去训练，是吗？题字的话呀，我们可以提在这边就可以了，或者提在上方位置也是可以的啊。题字的话，因为这个画确实是很简单啊，太简单了，所以说我们题字啊，我们想一想啊，题字题在这边也行啊，题在这边也可以啊，题在这边也可以啊，因为3个角都是空白的啊，这边的角呢比较满，所以说啊，题字的话，这边题上不是太好看，就是我们去分析这个画面啊，也是创作的一个过程啊，分析的过程呢，我也给大家讲一讲，就是说题在这边。这边都可以，但是为什么不提在这边？这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从中间劈开的话，这边是比较重的颜色。这边啊，我如果说再提上字儿，也是重的颜色，它就像一个天平一样，左右两边就对称了。所以说呢，这边是最不适合提字的位置。这边的话呢，可以提字啊，这边可以提字，因为它是形成一个对角线的构图，有点
也是可以提的。最佳的一个目的啊，最佳的一个题字的位置还是在这边。这边题字的话呢，它虽然这边很重了，但是呢这片叶子很潇洒很潇洒，体验很丰富。虽然说这边很重，这边呢比较轻，但是这一片叶子也是足够的。就有点像那个我们中国那个秤的原理是吧？那个秤砣秤杆的原理它不是像天平一样左右对称，而是说一边很重但是很小，一边呢虽然东西很多，但是比较轻，重量是一样的。找到这种感觉。题字的话呢，我们就题在这边甚至说把这儿你可以再加重，题在这个位置也行，或者是呢我们就题在上边然后呢，把它再扣一个小印章。扣印的时候呢，我们像这样的作品的话呢，因为它比较空画的比较少，所以说呢，可以通过这些印章来进行补充。上面一个姓名印，对吧？下面一个呢字号印。再有就是扣印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那么印章的大小尽量比字儿要稍微的让它小那么一点，不要印章太大。当然这些的话呢，就是大家到后期需要刻印的时候呢，可以刻一些这个大小不同的印。画大扣大印，画小的话呢，我们可以扣一些小的印章，好就可以了，对吧？一张小作品嘛，就完成了。那么我再来给大家示范一幅。那比方说兰花的话呢，那还有一些可以怎么画呢？就是这个兰花刚才我们是画的非常简单的，那么几片叶子，我们可以再画的时候呢，再画的多一些。那比方说我们可以画上2颗，或者画上3颗，对吧？那画的时候呢，不仅能从下往上画，还能从上往下画。那有些叶子有些兰花，在这个岩石上面、石头上面向下垂着的兰花是吗？也有那种形态的，那都可以进行练习。从这边可以画，从这边也可以画。画的时候呢，那比方说我们来画一个从上面往下垂的兰花，所有的叶片呢都往下垂的一个势，也是画的时候呢不要从对角线长出来，从下方稍微靠上方的位置去画它。一片体验的变化，转折的地方大家注意，转的地方要细一点，对不对？转的地方都要细1笔长2笔短，3笔呢交锋眼，然后第4笔再给它加一加，旁边这儿是1颗，然后我们还想再加1颗，我觉得1颗不太够，然后呢我还想再加1颗，这儿再加上1片叶子，然后呢我这边我再加上1片叶子，稍微让它往下翘一点，我这儿我再加上1片叶子，对吧？然后呢我再给它进行丰富的一些细化的一些处理，旁边这儿我再加1片小叶子有大有小有长有短，这些叶子呢要有所区分，对吧？要有所区分。那轻轻一带，两边再加上一些小的没有长成型的一些小叶子，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就画了简单的2颗就画了2颗是吗？1、2、31、2、3，简单的咱就画了2颗兰花。但是2颗兰花画好之后，我们来看一下，2颗兰花画好之后，那么它给人感觉它不像2颗了。
它不像2颗了，它像很多颗的感觉，有这种感觉吗？就是因为啊，我们在画的过程中，2颗组合在一起，它多了更多的穿插，有了更多的变化。那这种情况下出来的效果就是以少胜多，对吧？就是以少胜多，和我们刚刚画那1颗的，一下就感觉画面丰富了起来。这就是国画当中以少胜多，要穿插多一点，要变化多一点啊就可以了。好，那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呀开始给它加上花朵。它的兰花我们画在什么位置呢？兰花呀，我们可以画一个多个的兰花，甚至呢，我们可以给它加上一些颜色，可以调一个赭石色，简单的画一个颜色，可以调一个赭石，笔尖上调一点赭石色，然后呢，毛笔当中调一点赭石，在笔尖上再调一点点墨色，然后呢，开始进行画。今天啊，我们画一个蕙兰，对吧？我们这幅作品呢，画一个蕙兰。画的时候呢，蕙兰我们画几个呀？可以画上，这个3个或者画上5个都可以。画的时候呢，第一可以先从花朵开始画，第二呢，我教大家一下，在创作的过程中也可以先从它的花亭开始画。先不画它的花呢，先把它的花亭画出来也是可以的。那画花亭的时候呢，我们就根据兰花的这个自然形态，我们去画它就行了。比方说我想从这儿长出一个花亭，或者我想从这儿长出一个花亭，想从哪儿长我们就去从哪儿画就行。比方说我们从这儿，从这儿画一个小花亭。画好花亭之后呢，就开始画它的花了。注意靠近上方的位置，靠近这边的位置呢，画的时候一般花亭顶尖上的它是小花苞的形态，它是没有开放的或者开的比较少的，可以画成小花苞的形态，或者是呢刚刚打开的一些这种形态的。越往上面走，越往根部走，那么它的花就开得越大，1个、2个，3个，是吧？就已经即将开放的花。再往下面走，它花就开得越来越大，1个、2个，然后呢，1、2、3，花朵已经完全打开了花朵个头也比较大了。然后再往后面走，这边的话呢，开花就开得更大了，1笔、2笔、3笔、4笔，5笔，是吧？花就开得更大了。它有一种节奏感，最顶尖上的花朵小没有完全展开，越往底下根部走，那么它呢越张得更开一点。就是要把这种规律性，把这种变化给它画出来才可以。这个是蕙兰的一些规律性、一些结构、一些特点它并不是乱长的，对不对？它并不是乱长的，不是说所有的花全都打开了，全都开着的，它是有规律性的。加一加，给它点一点这样一幅小画嘛，也就完成了很简单。其实兰花作为一个平常训练的一个题材呢，就是可以随手练一练，看到一些小的废纸看到一些才剩下的一些小纸，都可以用它进行来练习比方说我们这儿我再提个字儿呗提字儿的话呢，我们也提在这边也和上面那个曲式一样，提在这儿。或者是呢，你说我不想提这儿了我不想用那种构图方法了，我提在这边行吗？也是可以的。那比方说我们变一种，对吧？提字的话呢，不要提在和它对着的稍微靠下一点。你说我提这儿行吗？也没问题的落款的方式呢也是有多种的，但是呢我们就选择其中最好的一种。当然每个人的审美呢也会有所区别，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呢都可以进行尝试。很多时候呢，我们学习之所以呢就是富有创造性，是吗？就是一些作品画出来之后富有创造性，正是因为呢，在尝试当中在大胆的尝试当中得到了一些很好玩、很有趣的一些
所以说呢，我是非常鼓励大家进行多多的创作的，多多进行尝试的。学习嘛就是这样，不要学成复印机啊，我们要学成这个我们要学成什么呀？我们要发挥自己的一个长处，是吧？要画出自己的生活啊，要画出自己的感受啊，扣上印章。同样，兰花作品的话呢，因为它比较的少，所以说呢，我们也可以扣上2枚。你说我扣1枚行吗？我就可以扣1枚行吗？也没问题的啊，我单扣一个姓名印章就可以了。题字儿的话也是一样，你说老师，我这个字儿啊，刚开始练练字儿练的不到家呢，这个时候啊，只提名字，只提这个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了啊，辛丑年甚至都可以省掉。扬长避短吧，我们画画就是叫做事儿也是一样，对不对？扬长避短，然后呢，加紧去补足自己的缺失的部分字儿不好，背地里练一练，但是作品当中的话呢，能少则少，对不对能提一个字儿，咱就提一个字儿能提俩字儿，咱就提俩字儿，把自己名字提上去就行。这是我们刚开始练习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你不要说你刚开始没书法基础，一点都没有，你把这个画本来画的画还不错，提字儿的话呢，提了好大一团好大一片，但是书法功夫不到家会用书法呢破坏掉整个画面。所以说开始只练名字，先只练名字就可以了。这又是一幅画嘛，很简单的一幅，是不是？我再来给大家示范一幅再示范一幅。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来画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就是说呢，刚才我们画的都是1平尺的35×35的。其实呢，我们先从小画开始练，然后呢，慢慢去创作慢慢去变大。像稍微大一点的作品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它加上更多的细节，那更多的一些补景。那比方说，我们可以加上一块石头了，对吧？加上一块石头，石头怎么画呀？石头的话呢，后面呢会单独讲到一节石头课。我们可以先跟着我去感受一下石头。画的时候注意笔尖上调浓墨。用大号笔尖上调点浓墨。画的时候行笔速度大家可以先看然后呢再反过头去再跟着我画。画的时候大家注意，石头画的时候要有快有慢，有干有湿。刚画的时候行笔速度慢一点，很湿润的，然后呢行笔速度慢慢的适当的加快，再分割出一些小的石块，是吧？有小的石块，有大的石块，有小有大，这样去画它。这样去画它，就是一块石头。大家可以先感受一下。刚开始画的时候呢，墨色比较重，因为笔尖上调的浓墨，这边墨色是很重的。然后呢，接着行笔速度加快了，行笔速度比较快了，出现的线条呢也干燥了，水分也少了。看干湿，对吧？后边又出现了湿线条，为什么呢？行笔速度太慢了。看干的又变成湿的，湿润的变成干燥的，干燥的笔触又变成湿润的，干湿的这种节奏感，这种变化，这种韵律找到。再有呢，画面它也是有聚散的，这边很黑很密集，这边的话呢很干很稀疏没有涂墨色，没有淡墨，就是干巴巴的线条，是吗？留有空白的感觉，找到这些变化就可以了。好，画好这些之后画好这块小石头之后呢，简单我们先进行了解然后呢，我们开始进行兰花的画兰花的创作。画兰花的时候呢，我们这幅的话呢，因为尺寸稍大嘛大概是35×45这样就是变长了，这个画变长了。变长之后呢，兰花叶子可以画得更长一点，画得更加舒展一点。所以说呢，画的时候可以更加大胆一点，体验的变化更丰富一些，对不对？可以3转弯的先画一笔长的，然后呢再画一笔稍微短一点的，这样呢我们再加一笔，旁边再加一小笔，这是一颗兰花了。一颗兰花这么大尺寸的，它肯定也不够不好看，显得太孤单。旁边这儿我们再加一颗，
再加一个向下撇的蓝叶，然后呢再加上一片叶子，一颗兰花和另一颗兰花有所交互了，它从这儿穿过来了相交过来了，是吗？然后呢我们再加上一笔，这个地方凤眼已经太小了，所以说呢我们再加一笔的时候呢，不用从里面长了，我们从旁边加上一笔，或者是呢我们从这儿再加上2笔，再加上2笔小的，5片叶子为一颗，就可以了，对吧？然后你说我还想再加上2笔，再加哪儿了？从这儿再加上一片也是可以的，就不断的去添加，不断的去丰富它，2颗甚至呢再加上一笔，它有这种3颗的感觉了2到3颗画的。再加上一些小的补景，一些小草，小草画的时候大家注意不要加的太小。这小草看着镜头里面看着我们镜头里面好像挺小的，其实呢这些小草并没有那么太小，大家注意不要加的太小简单一加就行。再有一点呢，大家注意兰花的根部要长在石头的后面，我画的呢是长在石头后面长的这些兰花，长的这些兰草，所以说呢，这些兰草你不要画在这些地方，你不要从石头缝里长出兰草，那就不太好看了不太符合自然的。从石头的后面长兰花叶子就可以了。那画好以上这些呢，我们开始给它加花兰花叶子画好了，开始给它加花朵。花朵的话呢，也是有很多种颜色的画法不仅可以画成这个赭石色的，我们还可以把这个兰花呢画得更加漂亮一些。那比方说我们可以用到一个3绿色，然后呢你说我画一个特别好看的花我这个用3绿，我再来点胭脂颜色行吗？可以的，多加尝试。兰花的品种是有多种多样的兰花品种非常多，大家呢通过写生可以创作出更多的兰花作品的。比方说我就画一个很漂亮的调一点点3绿色毛笔上呢多调一点3绿，然后呢笔尖上调一点胭脂笔尖上调点胭脂注意笔尖上调点胭脂，让它有一个简单的过渡，笔尖上的胭脂浓一点。然后呢我就开始画了，画一个什么样的呢？画一个也画这个春兰呢还是蕙兰呢？都行是吧？比方说我画春兰吧，春兰简单一些是吗？大家刚开始练的时候呢，可以先从简单的练起春兰，我从这儿画一朵花，中间的2个小花瓣，一大一小，这边周围3个比较大的花朵3个比较大的花瓣，画上它的小花亭，这是一朵花。我旁边这儿我再加上一朵1个2个3个4个5个春兰的话呢，它一般情况下就是一个花朵一个花亭上长一朵花这些地方呢就是那些苞片，是不是？2朵花感觉还是不够，旁边这儿我再加上一朵，这一朵我怎么加呢？这一朵我可以让它加一个向下低垂的，已经快开败的，1个2个3个4个4个就够了，第5个去哪儿了？第5个花瓣已经枯萎了，已经干枯掉了，对吧？2个比较生机勃勃的，一个呢有点枯萎的感觉的，轻轻一加，轻轻一带就可以了。再给它点上它的花蕊，花蕊的话呢大家注意点花蕊的时候可以稍微让它干一点如果说控制不好水墨的感觉，可以让它适当干一点再点花蕊，半干的时候再点。当然如果说能控制得住笔上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墨色里面适当的加点胭脂，点上它的花蕊1、2，点上这么3到4个小花蕊就可以了。好，轻轻一带轻轻一画就可以了。这样一幅又简单又好看的兰花我们就完成了你说我到了后面，你说其实很多同学学到现在，对吧？画到现在了，
练的如果说时间长的，练兰花练的时间长的，可能有些同学已经很熟练了。那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可以再进行更多的尝试。那一幅作品当中，我不仅画一颗，不仅画这样一组，我把这个纸画的更长一点，我旁边这儿我再加上一颗行吗？我再加上一颗小的，一颗大的，一颗小的，啊，或者这颗我再给它丰富，我旁边这儿我再加上一颗行吗？都是可以的，大胆进行尝试，对吧？大胆去画，大胆尝试，那么这个就是一幅另外一种颜色的兰花啊，大家这个颜色呀也是可以进行尝试的。比方说，你自己家里养了一盆特别漂亮的兰花啊，它是什么颜色的？那么你也可以呢，根据我们这些国画颜色进行调配，进行配比啊。这也是呢慢慢向创作一个过渡的一个过程。再有一点呢，我们画这个兰花呀，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我画的这个虽然是出锋散锋出锋的，但是这些出锋的时候呢，还是聚在一起的。就像这些地方虽然是扫着出锋的，但是呢细看的话，它还是聚在一起的。大家注意出锋的时候呢，要稍微适当要尖一点，因为我是一个创作的心情、创作状态去画的。大家刚学的时候刚刚开始练兰花的时候呢，出锋的时候、出笔的时候，还是要稍微慢一点要更尖一些。就像我们前两幅，对吧？就像我们前两幅画的呢，这些出锋都比较尖，是吧？都是很尖的一个出锋。大家呢前期练习要这样去练，到了创作的时候呢，因为笔上功夫已经很到了，出锋的时候呢就可以适当快一点那个时候创作的时候出锋快，但是呢也不给人毛躁，因为看似是很散锋的出锋，实际上呢去细看它也是趋势延长线也是交于一点的要找到这种感觉就行。甚至说呢，如果说感觉有些地方出的不是太好，稍微的轻轻的补上一小笔，给它带一带也是可以的前期不建议大家去补的话呢，很容易补坏练的熟练了之后，大家这种感觉自然就能找到。这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些思维方式初学的时候应该怎么练，练的熟练了应该怎么去学，应该怎么去画它是有一定的阶段性的。最后呢，我们把这个画提上字儿。当然，我们可以给这个画呢起个名字可以起个名字的。兰香，给它起个好听的名字，然后呢，再给它提上字儿。好，这样的话呢，一幅作品我们就可以完成了大家呢，就是说，这节课呢，我示范了很多幅作品，大家呢可以参考这种绘画的感觉绘画的状态，去进行这个学习就可以了参考这种绘画的感觉、绘画的状态，然后呢去进行练习。不仅可以画这3幅大家在平常练的时候呢，找到这种提案的变化多练习这种穿插的变化这种叶子的长短的变化画面的聚散的变化，包括石头的练习也都可以呢，找一找感觉。这个呢，就是说不仅可以画课上这3幅，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些方法进行独立的创作。比方说我想从上面往下画我想从右边往左画或者是各个方向的
啊，或者是呢我看郑板桥的郑板桥的这个兰花，哎，它那个兰花特别好看，然后我想去临摹一下它的啊，也可以运用课上这些方法呢，先去分析，分析完之后先读画啊，读画完之后呢，再去进行这个绘画的这个临摹啊以及练习。好，这节课啊我们就讲到这里。